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梅花隱，肖戰李沁六搭殺瘋了，古裝劇的擺爛時代真的要被終結了嗎？近幾年，古裝偶像劇的評價體系早就崩壞，濾鏡磨皮越磨越假，武打動作越拍越飄，劇情套路越走越窄，觀眾的審美疲勞已經寫在熱搜上。然而梅花隱的一組花絮，硬生生把沉寂許久的古裝劇市場炸出了一個巨坑。肖戰李沁六搭炸場，觀眾，這不是古偶，這是瘋批文學真人版。某個凌晨，網友無意間刷到梅花隱劇組花絮，大紅嫁衣的肖戰被潑一身冰水，妝容卻美得攝人，李沁提劍抵上他頸側，淚眼婆娑卻咬着牙硬撐着殺意。兩人之間那種我必須殺你，但我不能殺你的情緒風暴，在鏡頭外都能把人捲進去。評論區瞬間瘋了，這不是古偶，是新型致命女人。雙引號，六搭完成這樣，建議直接頒個年度瘋批情侶獎。雙引號，我懷疑編劇偷看了我 CP 腦洞小本本。雙引號，其實肖戰和李沁這對瘋批 CP 不是一天練成的，從5年前開始的孽緣。誅仙、鬼力和陸雪琪本該是宿敵，卻在 NG 裡笑到打嗝，強行把仙俠打成喜劇。狼殿下劇情走權謀，他們硬是拍出了狼主當着女官吃雞腿的飯圈名場面。慶餘年，一個是私生子，一個是貴妃，觀眾，這倆人怎麼哪都能演到一起？夢中的那片海，好不容易演情侶，卻被罵成逼美學鼻祖。如今到了梅花隱，兩人乾脆不裝了，我們要把虐刻進 DNA。雙引號，網友一看路透，別人六搭是親情，他們六搭是互相傷害。雙引號，這次他們是真的殺瘋了。男扮女裝不是擦點胭脂，梅花隱把細節捲到變態級。在絕大部分古偶劇裡，男扮女裝就是抹點粉、套個裙子，美顏一開，性別瞬間模糊。然而梅花隱選擇硬剛現實主義路線，把男扮女裝的生理與心理細節捲到了離譜。生理折磨，冰水潑身加皮膚過敏加後背貼滿膏藥。肖戰飾演的嚴玉央長期偽裝女子，導致皮膚被厚重妝面折騰到過敏。武打戲後背貼着一排膏藥，導演說話都不敢大聲。有場戲是清晨潛入敵國，他穿薄紗嫁衣被潑一臉冰水，眼神從驚懼瞬間切換到妖異冷笑。演員痛不痛不知道，觀眾掀起雞皮疙瘩了。心理邏輯，為了掩蓋嗓音，每次開口前要灌烈酒。嚴玉央的設定是男生太硬，為了跟女生拉開距離，他必須喝酒刺激嗓子。於是片場出現了這樣的詭異畫面：肖戰端起酒盅猛灌3口，下一秒用女聲說：“公子可願與我共飲？”雙引號，對手演員剛想接戲，他又突然切回低沉男聲怒吼：“你找死！”雙引號，演員立刻跳開半米，我差點以為你分裂了。雙引號。道具整活，繡花鞋塞鋼珠，摔了17次才過。為了表現醉酒步態，劇組在繡花鞋裡塞滿鋼珠。肖戰穿着它走石板路，一場戲摔了17次。武術指導看傻，你這也太敬業。但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有點對不起演員？雙引號。京劇訓練，蘭花指加女生面白加男生怒吼。劇組直接請了京劇老師來做特訓。老師說，你要學的是身體女性化，聲線雙模式。雙引號。這要求難道變態？女生輕柔、細膩、溫婉；男生沙啞、狠絕、凶險。一場戲要求他秒切2種聲線。
導演看完後沉默3秒，說：“這個太嚇人了，保留。”雙引號。3. 梅花引為什麼被稱為古裝劇反卷天花板？現在的古偶劇套路太固定，男主救世，女主戀愛腦，武林大派都是工具人。梅花引偏不，他要掀桌子。1. 李沁武戲打出殺氣，不是武俠，是殺手片。李沁飾演的裴雲是將門俠女，但這次不是聖母光，而是真殺手。她的綢緞劍法招招致命，刺客喊女俠饒命，話沒說完就被割喉。動作指導評價：他比我還像職業殺手。雙引號。2. 權謀陷暗黑到史無前例，皇帝給太子下毒，太子反手陷害皇帝，武林盟主暗中通敵，朝堂全員惡人，無一潔白。網友笑稱，這是《甄嬛傳》加《人民的名義》混合物。雙引號。3. 懸疑線，賞梅宴集體暴斃，兇手竟是賞梅宴上一夜之間8大門派全部暴斃，死法不同，動機不同，線索互斥。編劇給出的解釋是，兇手竟然是……此處我也得保留，不劇透。又括號，觀眾的評價是，這懸疑密度比唐探都狠。雙引號。4. 動作場面堪比電影級，徐克御用團隊加入梅花引的武打完全不像電視劇，鏡頭不抖，動作不飄，真實打擊感拉滿。李沁用發簪射暗器，針扎穿3塊木板，武術指導嘆氣：“我的換行了。”雙引號。4. 服化道把業內捲哭，不是燒錢，是燒命。琅琊榜美術指導王火吐槽，這劇服化道的預算頂3部普通古裝。雙引號。你看這誇張的數據就懂了。裴雲的素紗襦裙，2000根蠶絲純手工編織。嚴玉央的玄鐵劍，按故宮乾隆御劍一復刻。賞梅宴場景，3個月搭建，全場景動幹真梅花。燈具、兵器、配飾全部是定制，非量產。這些投入不是堆錢救行，而是團隊能不能熬下來的問題。最敢寫的是這句台詞，編劇寫了一句造成全組爭議的設定：梅花令是皇帝控制武林的生化武器。雙引號。歷史顧問急得跳腳，不符合史實。編劇反對，我們寫的是人心，不是歷史。雙引號。這句話直接成了全劇的美學基調。5. 網友：我們白天誇肖戰的美，晚上嗑2人互殺的瘋勁。自從路透曝光後，網友每天都在情緒裂變。上午：天哪，肖戰女裝好美，我要改3觀了。雙引號。下午：李沁殺我，這眼神比武器還狠。雙引號。晚上：他們對視怎麼有火花？民政局我搬來了。雙引號。連官方海報都被惡搞成禍國妖姬版肖戰，女版李逵李沁，瘋批世子綁架良家女子，閱讀量直接破億。6. 真正的問題來了，這到底是創新，還是資本堆起來的狂歡？業內有個老編劇說了句扎心話，他們把武俠劇逼到牆角了，以後不玩男扮女裝，強取豪奪，觀眾還會買嗎？雙引號。這是今天討論梅花引最關鍵的問題。1. 這劇真的有創新嗎？答案是有，而且很明顯。把男扮女裝拍成心理學作品，把古偶審美拉向電影質感，把懸疑加權謀加武俠融合的自然，把人物動機寫得複雜真實，這不是堆錢就能做到的。2. 但資本推動的痕跡也確實明顯，服化道不計成本，一線班底全員壓陣，2位頂流6搭本身就是流量保證，話題度靠明星幾乎自帶爆點，這就是所謂的資本狂歡。3. 觀眾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？很簡單，
好故事加好角色加真實情緒。如果梅花影最後能做到劇情不爛尾，邏輯不崩，情感不狗血，那麼它就能真正推動古裝劇從浮誇時代走向成熟時代。如果做不到，那它再精美也只是豪華包裝的糖水古偶。7. 結語：我們當然希望梅花影是那個破局者。不管你是因為肖戰女裝慕名而來，還是因為李沁殺氣被圈粉，又或者只是想看看古裝劇還能玩出什麼新花樣，梅花影都給觀眾帶來了一種久違的興奮感。它像一場狂風，既有機會把古偶劇吹出新天地，也可能只是一陣豪華但短暫的狂歡。但是在古裝劇已經多年同質化、套路化的當下，能拍出一部讓人期待值拉滿的作品，已經是一種勝利。至於它是否會終結古裝劇的擺爛時代，我們願意給它一個機會，也願意保持理性期待。畢竟，觀眾不是沒見過好東西，只是太久沒見到了。